很多的老人是在第7天之后，症状才会急转直下变成重症。当我看到这一篇研究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哇，免疫系统跟我们大脑好像啊，你不觉得吗？大家平安，我是黄宗宁医师，欢迎来到人人都能听得懂的新冠病毒麻瓜课程第2堂课。赶快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按下小铃铛。上一堂课我跟各位解释了新冠病毒的前世今生，我也解释了冠状病毒其实不断都想要突破动物的疆界，跑到人的身上。但是因为现在是地球村，地球上所有的村民都没有办法避免这支病毒的传染。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会问说，新冠病毒跟流感病毒差别在哪里？最近网络上有流行很多的这种，如果你有这些症状啊，你就可能是新冠病毒的感染啊；如果你是这些症状，你可能是流感。但是这样的表格，我奉劝大家看看就好。之前在我的粉丝专页，我有放了一张图，我说我用一句话来形容新冠病毒，它是大家都没有抗体的普通感冒病毒。那个时候大家都不了解为什么我会把它比喻为普通感冒病毒，但是又这么多的人得了这个病死亡哈。那如果有听我上一堂课的，大概已经开始有感觉，原来这支冠状病毒它的本质就是一个普通感冒病毒。但是我今天要详细的解释一下它跟流感之间的差异哈。过去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哈，研究者发现说，我们每一年打的流感疫苗的效果啊，跟你出生的年份有关。1958年一直到1979年，这20年，在将近20年之间出生的人啊，他打流感疫苗的效果，就是尤其针对这个 H1N1 疫苗的效果，就会比其他年龄层的人都还差。这好奇怪啊！这是什么原罪吗？这一群人当年特别的不健康吗？为什么他们打疫苗效果特别不好呢？原来啊，在1958到1979年出生的这一群人，他们的童年世界上没有在流行 H1 的这一支流感病毒。你说这个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因为这些人小时候没有得过 H1 病毒，所以他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啊，对 H1 就特别的陌生，所以导致他们打的疫苗效果也比较差啊，死亡率啊或者重症率都会比较高。所以你们试着想象一下，现在有一个小孩跟一个老人，他是小孩嘛，所以没有感染过很多的病毒，但没有关系，他很年轻，他免疫细胞很有创意，所以免疫细胞会运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制造出一个新的抗体来对付这个病毒。但这个新的病毒掉到老人身上的时候，老人倾向怎么做呢？他倾向去捞他自己过去的经验，找一个来对抗他，于是他就是翻箱倒柜，找一个可用的，堪用就好。大部分状况下就 OK。像我们流感病毒，虽然每年会突变，但是再怎么突变，都跟他以前得过的流感长得有点像嘛。打这支新的病毒没问题 ，OK 的。但是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是，这一支冠状病毒掉到人类身上的时候，新冠病毒老人去它的库存怎么捞，都捞不到可以打这一支新冠病毒的抗体。所以这是问题，这就是现在老年人的死亡率偏高的问题，是因为他的记忆体、他的库存里面根本没有可用的抗体来对付这支新的，而他创意用光了，他不像小孩一样，我可以制造新的啊。老人的免疫细胞已经没有新的方式来制造精准有效的抗体，很多的老人是在第7天之后，症状才会急转直下变成重症，因为这7天当中一直找不到有效对抗这个病毒的方法。当我看到这一篇研究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哇，免疫系统跟我们大脑好像啊，你不觉得吗？其实老人家常常学新的事物也是很困难，对不对？但他如果那个新的事物，他以前曾经有经历过类似的，然后就没那么困难哦。我有一次就听到有一个专门做这个社区的志工的姐姐啊，她就说他们常常去一些这种老人社区陪他们玩啊，有一天她就发现说自己家里面那个小侄子啊、小侄女啊，他们在玩那个拉密牌，那她就说，老人家喜欢打麻将啊，也许拉密牌去给他们玩一玩也好，所以他就介绍这个拉密牌去到这个老人的这个社区哈，那就发现很有趣的事，就是那个之前会打麻将的老人学这个牌很快，他的记忆体里面已经有这个经验了。虽然这是个新的游戏，可是规则有些很类似啊，很快就上手，大家玩得很开心。那个从来没有打过麻将的老人，哇，我的天哪，那个 learning curve 的学习的时间很长，然后规则一直记不住，然后永远都会放枪，这就是这个老人家学习新事物碰到的问题。你不觉得跟我们刚才讲到的免疫系统很像吗？
大家知道，2009年曾经有一个流感病毒也曾经造成大流行，对不对？那个时候2009这个猪源流感就从猪身上跑来这个流感，造成全世界很多的公共卫生学者跟医生都很紧张，想说完了这个大流行又要再造成很多人死亡。后来发现，紧张半天，好像死的人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所以很多人在这一次新冠病毒疫情一开始的时候，也以为说，哎呀，我们现在医疗很进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啊，大流行应该不会死那么多人，其实是大错特错。当年2009年的这个流感病毒之所以没有造成那么高的死亡率，是因为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小的时候已经得过这支病毒了。所以再次印证我刚刚讲的理论，有没有？这些老人碰到一个新的病毒，可对他们来讲，这个不是很新，因为他小时候得过，他记忆体捞一捞，库存捞一捞，有可以用的抗体，而且还蛮有效的。哗啦，这个新的这个猪源流感，2009年的流感，就被他打败了。所以那个时候老年人的死亡率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反而是那时候小孩的死亡率还比较高一点。所以流感病毒跟新冠病毒很难直接就放在一起讨论，说到底哪一个严重，哪一个轻微，因为我们要考量到这个感染的人身上以前有没有抗体。总括来讲，我帮大家整理一下，对于儿童而言啊，流感病毒的毒性还是强过冠状病毒，所以你看到儿童的免疫细胞，虽然童年的时候他也很想要对抗这个流感病毒，对不对？他也是发挥他的创意，可是你可以了解，小朋友得到流感的时候，他重症率还是偏高。可是小孩碰到各种冠状病毒，包括这支新冠病毒，包括过去的感冒的这个冠状病毒，包括 SARS， 包括 MERS， 其实小孩面对冠状病毒是好像轻舟过万重山，好像感觉对他来讲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老年人碰到这个冠状病毒，就没有办法像小孩这么样轻轻松松的过关。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流感疫苗要每年都打，因为它突变之后制造的重症还是会比一般的病毒来得高。那这支新冠病毒未来要不要每年打疫苗来对付它呢？如果未来有疫苗发展的话，可能前几年需要，或是老人需要，但是其他的小孩未来啦，是不是需要打疫苗呢？我认为可能就不需要，因为它就跟普通的感冒病毒一样，对小孩而言，它的伤害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好，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新冠病毒，所以这一章是让大家看看英国伦敦帝国学院对这支新冠病毒的这个预期。年龄层很小的，它死亡率很低，但是从50岁以上就从0.6%， 80岁以上是9.3% 的死亡率，这还是最理想的状态。当医疗崩坏的情况下，80岁以上的老人死亡率甚至可以高达20%，也是5位老人家就有1位可能会撑不过这个新冠病毒的感染哈。所以今天在讨论平均死亡率，到底新冠病毒死亡率跟流感病毒死亡率哪一个高哪个低，没有意义。过去我在网络上有放这一张，这个就是在中国的这个统计，发现80%的人虽然感染新冠病毒是轻症，但是20%的人呢有可能会重症，其中还有少数的会进到病危跟死亡，而死亡的人几乎都是60岁以上老人跟慢性病的患者哈。所以在过去我所有新冠病毒的文章或是影片，我都不断的强调知缓爱，这个爱有没有？我说为爱防疫，就是因为当我们在防疫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只想到自己，我们真正要保护的就是这一群死亡率、重症率比较高的老人跟慢性病的病患。最近常常有人问我说，到底黄医师戴口罩有没有必要？进公共场合戴口罩，是因为我们要保护其他人。如果你是为了保护其他人的目的，我就会鼓励你戴着，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轻症跟无症状的人，所以你搞不好就是那个轻症跟无症状的人，你可能会传染给身边60岁以上的老人，或传染给身边的这个慢性病的患者。所以大家戴着口罩是为了爱，为了礼貌。跟大家做个总结，新冠病毒跟流感病毒有4个不同点：第一，儿童时期得到流感病毒会比得到新冠病毒严重；第二，在老年人身上有流感的抗体，但没有新冠病毒的抗体，所以得到新冠病毒会更严重。所以今天在讨论平均死亡率，到底新冠病毒死亡率跟流感病毒死亡率哪一个高哪个低，没有意义，因为我们要区分年龄，才会真正知道病毒伤害的主要族群。流感病毒有疫苗有药物，所以医生还有一般的民众对流感可能心里不会那么的紧张。那新冠病毒目前没有药物没有疫苗，所以对于老人家，我们还是必须
须要好好的用防疫的方式保护他们。希望大家对于今天这堂课很有收获。下堂课我会跟大家介绍，我怎么样怀疑我自己得了新冠病毒，还有如果我今天怀疑，我要怎么去看医生呢？当然我会介绍这个新冠病毒未来的发展的趋势。如果你不想错过我们这一期的人人都可以理解的新冠病毒麻瓜课程，就赶快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